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爸的公司破产了，老公立即提了离婚。离婚那天，我发现车子刹车失灵，正打电话让人拖车去维修，没想到老公却一把将我从车里拽下来，温柔地挽着怀孕的小青梅坐了进去。此刻，小青梅坐在车里，冲我挑眉一笑，得意无比，像是在对我说：“凌薇，你看你老公爱的是我，跟你在一起不过是因为你家有钱。我爸早就跟我说过，我老公这人不行，要我小心。我以为是他的偏见，没想到我家刚出事，老公就原形毕露，将怀孕的赵夏夏领回家。他说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离婚了也没人要。”只要我肯伺候赵夏夏和他，并且每个月工资上交，就勉强不跟我离婚凑合过。我呸！他一个出轨男，不仅想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还想让我给他俩挣钱养孩子，怎么可能？虽说这俩脑残不是人，但我还是提醒了宋卓，让他下来。这辆车刹车坏了，他不能坐这辆车。宋卓以为我无理取闹。他毫不客气地将我手里钥匙夺了过去，将我推开了。车是我的名字，离婚后我有权收回，以后我愿意让谁做就让谁做。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管不着。然后嗡的一声，车从我面前窜出去了。我捂着嘴目送他们离开，嘴角的笑意都快压不住了。有人赶着送死，我拦都拦不住呢。就在我憋得一双眼通红时，宋卓开车直接撞向了前面的货车，车前身被货车碾瘪，小三当场晕了过去。宋卓的腿卡在车里拉不出来，鲜血顺着他西裤滴滴答答地往外流。别怕，我这就救你出来。我大发善心地跑了过去，一边说一边粗鲁地将他腿往外硬拽。宋卓顿时疼得冷汗白流，嗷嗷直叫：“凌薇，你个贱人，你想我死啊？”这是我假装没听到，心里却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。没错，老娘就是巴不得你死。我就照着他被夹住的腿又拉又踹，一拉二踹三摇，宋卓成功被我给霍的疼晕过去了。宋卓被送往医院，我也就哼着取回家了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才刚到家，就接到了宋卓的电话：“你去哪了？你赶紧过来缴医疗费，医院都催了。”当我傻子，我凭什么缴费？我一口拒绝了。谁知宋卓居然拿出了我咨询 4S 店的刹车失灵的通话，威胁我：“凌薇，你敢不来缴费，信不信我报警让你坐牢？到时候我就说是你弄坏了刹车，你这就是蓄意谋杀。”宋卓强硬丢下一句话，啪的一声便强硬将电话挂断了。握着手机，我心沉如水。我用整个青春爱的男人，他从未爱过我，出轨后居然还想把我送局子里去。啊，心痛归心痛，但面对宋卓的威胁，我却一点不慌。我手机设置了自动通话录音，他刚才那些话全部录了下来。感谢某人送来了我自证清白的证据，不过呢，我还是得去一趟医院，不是给他送住院费的，而是送他一分大礼。我从书房一堆书里找出了一份藏了多年的婚前检查，上面报告写得清清楚楚，宋卓不能生育。我和宋卓是大学同学，我看上了他的颜值，追的他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所以明知她不能生育，还是嫁给了他，甚至为了不让他有压力，选择了隐藏这件事。如今都闹翻了，也没必要瞒着了。而且我很好奇他那个小青梅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。我迫不及待打了个车，将婚检报告给宋卓送去。报复不报复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这个人太善良，我不忍心看前夫被绿。啧。宋卓见到我一脸嫌弃，
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，要我去缴费。你怎么才来？赶紧的把医药费交上去，上面还欠着人家钱呢。一旁的赵夏夏也以为抓到我的把柄了，没了当初见到我时的慌张感。此时他躺在床上，对我横眉竖眼，还要我缴费后把精神损失费也一块转账。渣男贱女真是把不要脸发挥了极致啊！我忍着拍死他们的冲动，将诊断书递了上去。看到诊断书，床上的2个人脸都绿了，尤其赵夏夏慌乱的脸色发白，冷汗直冒。下一瞬，他却梨花带雨地指着我骂：“你拿着一张破纸来污蔑我，你要不要脸？是不是诬陷？宋卓去做个检查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我坚定的态度让宋卓一愣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吧。他瞥了一眼手里的婚检报告，眉心微微皱了起来。虽然他一个字都没说，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知道他起疑心了。他开始怀疑赵夏夏了。赵夏夏也察觉了他的心思，立即道：“现在抽羊水就可以做亲子鉴定，咱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。”这套欲擒故纵的把戏挺老套的，但宋卓很受用。宝贝儿，你别哭，我信你肯定不会给我戴绿帽子的。就在我以为宋卓要被小三哭一哭就骗过去的时候，宋卓又继续道：“咱们做这个羊水 DNA 鉴定呢，就是拿证据堵住这贱人的嘴。宝贝，我是绝对相信你的。”听完，我心里对宋卓更厌恶了几分。这人虚伪的厉害，说着多么相信赵夏夏，其实他比谁都迫切想做亲子鉴定吧。赵夏夏在我和宋卓的目送下进了手术室，那一刻，我分明感觉到了宋卓的紧张。他应该是心里也没底，毕竟孩子是他们回老家那次怀上的，一次就怀孕的几率太小了。但赵夏夏从手术室出来那一刻，他还是假惺惺地迎了上去。他一边吻着她额头说辛苦了，一边灌输都是为了堵住我的嘴的动机，把自己龌龊的心思摘得一干二净。难怪当初我被宋卓耍得团团转，这个男人真的太会充好人了。我懒得理他们，转身要离开，宋卓却叫住我，趾高气昂地将住院清单甩我身上了。凌薇，你别想跑，把费用缴清再走，你还是做梦比较快点。我一口拒绝。宋卓咬咬牙，而后拿出手机作势就要报警，一副我不给钱就要送我蹲监狱的样子。我真想给他几巴掌，但还是忍住了，直接拿出手机播放了昨天与他的通话。听到他自己诬陷我的话，宋卓脸上的趾高气昂一下垮了下来。我看了看他黑黝黝的脸，又看了看赵夏夏的肚子，故意将那份婚检报告放他腿上。我半个月后来给你送帽子昂，绿色的。说完，宋卓、赵夏夏2人脸沉得要滴水。我就是要隔阴死这2人，他们毁了我的生活，他俩也别想好过。也不知道等结果这半个月，他这傻玩意会是个什么心态。我感觉一定不咋好，尤其那个赵夏夏更是忐忑不安吧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心情便格外爽。走出医院后，我便看到了陈晓，他站在我车面前，一双满是红血丝的眼，好像一宿没睡。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看着他，陈晓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拍了拍肩膀，想哭就哭，别憋着。陈晓是我爸好哥们的兄弟，2家一直不错。我比他早出生1天，这么多年我就拿他当亲弟弟看。这一刻我一下子忍不住了，眼泪掉了下来。陈晓蹙着眉，拍了拍我肩膀，行了，哭2声算了，现在想想接下来怎么办。我抿抿唇，我想做家庄，我要东山再起。纳入个股，陈晓毫不犹豫，把他的全部家当交给了我。我大学的是室内设计，所以我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行业，
租了房，公司刚成立，我们就迎来了4、5单生意，都是我爸之前资助的大学生，他们有意无意的想拉我一把，让我创业路上起步好走一点。那我就零利润装修，让他们帮我打名声，毕竟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，有他们做样板房，以后我就不愁生意。我的家装生意正忙得不可开交时，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我以为是宋卓的事，但没想到是我爸病了，脑溢血。我慌里慌张地从工地赶到医院时，却发现宋卓坐在我爸床前，我妈在一旁哭，我爸皱着眉闭着眼，似乎心烦到了极点。宋卓则坐在轮椅上，笑着看着我爸妈，啃着苹果，很是高兴。想当年我在你们身上付出多少心血啊！就连我亲爸妈，我都没那么低头哈腰的伺候过。我伺候你们，你们可倒好，没良心，看不起我，这下行了吧？你们遭报应了，破产了，还生病，活该！宋卓说着，还笑着拍手，这刻薄的样子让人气得肝疼。我忍不住了，上去就将这傻逼猛地往外推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我爸听我来了，这才睁开眼，一双眼通红。他见我情绪激动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开口劝道：“微微别冲动。”我妈也生怕我俩打起来吃亏，赶紧拉住了我：“凌薇，你这是穷的去工地搬砖了。”宋卓稳住轮椅，看我时一脸讥诮。我一怔，低头，这才发现自己灰头土脸的。接到我爸住院电话时，我正在装修工地与木工对接卧室柜子的造型呢，担心爸爸着急往医院赶，都忘记身上头发上一层白色木材的飞沫了。破产日子真是不好过，你医疗费交得起吗？宋卓看我一脸鄙夷，夫妻一场，我怎么也得帮你一点。说着，他拿出钱包，直接在里面扒拉出1块钱，然后直接将这1块丢在了我脚下，眼神阴毒无比。我给的，捡起来就是你的了。看着地上的1块钱，我都要气炸了，欺人太甚！我抄起一旁的凳子就要砸死宋卓个大傻逼，却被我妈哭着拦下了。微微别冲动，你爸躺在床上，你要再出事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闻言，我僵在了原地。我爸躺在床上，红着眼看我，眼神里都是让我不要冲动。宋卓见情况不好，赶紧溜了。可我心里憋了口气，整个病房的气氛都很压抑。爸妈今年破产，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好几岁。我更后悔我当初没听爸妈的话，为什么非要嫁给宋卓？当初脑子进的水，是我现在所受的罪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我爸的病情，好在我爸发现及时，脑出血量不多，保守治疗就好。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我爸握着我的手，看着灰头土脸的我，声音微微发抖：“微微，爸是破产了，但还没穷到让你去工地上打工的地步。这活咱不干了呀，咱辞职。”我妈一边给我擦灰尘，一边偷偷抹泪。我笑着反握住爸妈的手：“妈，我没去工地，那你干什么工作呀？这么脏，是不是很累啊？”我妈担心地看我，为了让他们安心，我便将我和陈晓一起做家装的事告诉了他们。爸妈听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看着爸妈，再想想宋卓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干出一个人样来。我要让爸妈过上稳定的生活，让宋卓后悔莫及。我妈在医院照顾我爸，我便忙着装修。有个工程要得紧，我和工人黑白加班赶了10天，终于按约定交了工。在客户验收时，我紧张得手，心里直冒汗。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沈总看了看装修，缓缓开口，得到他的认可，我暗暗松了口气。他付了尾款，我的心彻底落地了。我拿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，虽然零利润，但很高兴。沈总是我爸资助过的人，
他曾经被拐卖过，回归原生家庭时却没人肯要他了。走投无路时遇到了我爸，我爸资助他上了学。如今她已经是个女总裁，因为她的人脉与推荐，我的家装公司一下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。2天后，我小小的家装公司涌入了很多客户，光定金我就收了近100万。有了这笔钱，我终于不用再为钱担忧。我拿出一部分给爸爸的服装厂的工人开了工资。做人要有诚信，父债子还，我会还上欠下的每一分钱。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客户，我的家装公司有点忙不过来了。我和陈晓商量了下，扩大规模，开始招聘更多的设计师与工程队。就在我忙得头昏脑胀，完全忘记了宋卓这个人时，他却直接找到我家了。当门铃响时，我以为是外卖，没想到是宋卓与赵夏夏，而他们手里捏着几页纸。今天这2人渣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彩票了，那满脸的横肉笑容都快压不住了。我什么情况？林薇，你那天用一份婚检报告诬陷我，如今我做的 DNA 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了，孩子是卓哥的，你这次没话可说了吧？一进门，赵夏夏抬手便将几页纸摔在了我脸上，他这一巴掌是用足了力气，我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差点一个趔趄摔坐在地上。我低头看着飘落在地上的 DNA 鉴定报告，心里那叫一个吃惊，孩子怎么会是宋卓的呢？当年婚检出问题后，我不死心的又以体检为借口，带宋卓在几家医院做过检查，结果无一例外，宋卓无法生育且无法治愈，哪里出了错呢？我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宋卓开口了：“破产后日子不好过吧？我听说你都在卖房了。”我的确是在卖房，那是因为一想到宋卓住过我就恶心。你诬陷夏夏，本来也该给他道歉，不过我看你可怜，只要你给夏夏跪下说你错了，我就大发慈悲买下这个房子，怎么样？这怕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吧？我暗骂一声，直接将地上几张纸捡起来拍回赵夏夏脸上，将2个人往外撵。赵夏夏不肯出去，还骂骂咧咧地说我不要脸诬陷她。拉扯中，赵夏夏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开始哭天喊地叫着：“打人啦！打人啦！这女人不要脸诬陷我，如今还打我！”一时间，左邻右舍全都来到我家门口看热闹了。对，成功被这小三搞得出名了。看着人越聚越多，宋卓终于说出了真正目的，给我们30万当作是夏夏的精神补偿费。这事就算了，不然今天我们就让你身败名裂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2大傻逼今天是来讹钱了。2位，请看上面。我打了110，指了指前不久刚装的监控。宋卓与赵夏夏看到监控录像，脸一个比一个难看，尤其见我报了警，宋卓气急败坏，扑过来就要抢我手机。陈晓赶过来看到这一幕，直接一脚将他踹开，将我扣进怀里死死护住。狗男人不但没打着，反而一个趔趄摔地上，狗牙都摔掉了1颗，鲜血直流。赵夏夏一边拿纸给宋卓擦血，一边怒瞪着我：“陈晓、林薇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？”我听到这话都惊了，若不是他上来抢，我弟会踹他，他这是活该。你弟？我呸！你们这对狗男女整天自称姐弟，其实早混到一个被窝去了吧？宋卓啐了一口血水，从地上爬起来瞪着我。陈晓一听就炸了，直接要上去揍他。我怕宋卓讹人，立刻拦住陈晓：“宋卓，别用你龌龊的思维来脑补我和我弟。”他看着我，就像是当初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龌龊？这不是拜你们一家子所赐，他们都喜欢陈晓，不喜欢我，想撮合你们2个。
为了争口气，我想让你爸给我个部门经理的位置实习，谁知你爸嫌弃我没经验，居然让我一个大学生像狗一样的跑业务。你不帮我也就算了，还劝我先干着，说什么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些我都忍了。后面我辞职专门在家伺候你，我就想让你买个别墅给我妈住。你怎么说的？你说你没钱，我呸！你不是没钱，你明明张口就能跟你爸要来的，你就是嫌弃我妈是村里的，你觉得我妈不配住大别墅。我受够你们一家子了，你们瞧不上我，干嘛要同意结婚？你当初怎么不嫁给陈晓？不过我很感谢你们一家子这么狗眼看人低，不然我怎么会和夏夏旧情复燃？说着，宋卓不要脸地将小青梅搂在怀里，冲我嘚瑟：瘦死的骆驼就是比马大，离婚了我还分了100万，感谢林大小姐出钱，让我们双宿双飞呢。听到这儿，我的理智彻底崩盘了，我上前就照着他得意洋洋的狗脸甩了一巴掌。我不发威，真是当我是病猫啊！宋卓抡起拳头就要反击，我抬脚就将其踹了出去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渣男滚落在地，头撞在墙上了。也不等渣男贱女反应，我哐当一下将门甩上。宋卓与赵夏夏在外面跳着脚的骂我，骂累了才滚。今天他们摆明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，我凭啥还给他们留后路啊？既然要玩，老娘陪你死磕到底！我不仅要拿回我的钱，我还要这俩傻逼反目成仇，狗咬狗，理好思路。我看向陈晓老弟，你在人民医院有熟人对吗？帮我查一查赵夏夏这个人做的羊水 DNA 鉴定结果。陈晓帮我去调查，我则忙着交工已经完成的家装。此时的我已经拥有3个外包工程队，工程完成速度快又好，因为我和陈晓全程监督、质检抽查，工人又认真，质量好，工程做出来的都很漂亮。交工时客户很满意，尾款结算也痛快。我的家装公司彻底站稳了脚，也因此打开了名气。我赚的钱还了一部分的债，我爸精神压力少了不少，他休养了一段时间，也准备重新再做服装行业了。一家人的日子算是稳定下来，也有了奋斗的动力了。而宋卓与赵夏夏，我听说他们好吃懒做，班都不上了，靠从我这里分的100万，够他们这么花。我笑了。等他们坐吃山空那天，不久后，陈晓跟我说，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是赵夏夏买通医生作假。对于这结果，我不意外，反而是陈晓坐不住了。不要脸的东西，拿个假报告还来你这耀武扬威？走，咱们今晚就让撕破他的嘴脸。我摇摇头拒绝，遇事不能莽撞，要冷静。就像上次我拿了婚检报告出来，虽然宋卓对赵夏夏起了疑心，可他却也会怀疑我是报复心理。有了前车之鉴后，我总结了下经验，与其我去拆穿赵夏夏，不如让宋卓自己发现自己是接盘侠来得更爽。理清思路，当晚我就对赵夏夏近期的人际关系做了摸查。原来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混混的。赵夏夏当初在酒吧卖酒养着小混混，但自从跟宋卓好上后，赵夏夏便断了与小混混的来往。2个人分手时，赵夏夏卷走了小混混全部家当，据说连1块钱都没留下。此时小混混正愁找不着赵夏夏呢。作为一个好人，我怎么忍心看小混混被骗不帮一把？于是我心善地将赵夏夏与宋卓的地址发了过去。瞧瞧，我多么乐于助人，我可真是小天使。小混混得知赵夏夏地址，当晚就杀过去了。宋卓还以为是小混混诬陷，正要护着他的小青梅，结果没想到小混混直接拿出了2个人在一起的私密录像。
而日期正是赵夏夏怀孕的前1个月。宋卓看向赵夏夏，赵夏夏慌乱的脸色发白，几秒后才氤氲起泪水。阿卓，他胡编乱造，他这是剪辑过的。宋卓这傻货又信了赵夏夏，直接照着小混混就打了过去。小混混挨了2拳后，直接往地上一躺，捂着心脏直哼哼：“哎呦，我头疼，心脏疼。”宋卓有点慌了：“你别耍无赖呀，我可没怎么用力。”小混混躺在地上不起来，宋卓没办法报了警，警察却将宋卓带回警察局，小混混则被送去了医院。宋卓打人是事实，不接受调解就要蹲局子。最终，宋卓拿了20万才摆平。然而令我没想到是，小混混跟我一样，居然是好人一个。他善心大发，将那段私人纪录片给了宋卓。兄弟，请叫我好人。宋卓当时脸就白了。瞧瞧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在我们这群好心人的帮助下，宋卓终于看到了视频里赵夏夏的专属胎记，从而起了疑心，去做了技术鉴定。鉴定结果，视频没有经过任何剪辑。宋卓第2天便背着赵夏夏去做了生育检查，检查结果毫无例外，她不能生育。一夜之间，宋卓被人讹走20万，还戴上了绿帽子喜当爹，脸上那表情可谓精彩至极。宋卓气急败坏，拿着鉴定结果去找赵夏夏算账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赵夏夏不见了。赵夏夏不仅不见了，还把他家搬空了，就像之前他们2个搬空我家一样，连个凳子腿都没给他留下。赵夏夏更是无耻到报了他3、4张银行卡，每张都高达10几万，加起来就是40几万。宋卓从我这里分到的那100万，此刻也所剩无几了。他一夜之间就回到了解放前。宋卓后来报了警，虽然赵夏夏被抓了回去，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盗刷信用卡。他坐在警察局看着宋卓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温柔，理直气壮得很。这卡是你给我的，你自愿的。再说了，你睡我还想1分钱不花呀？你做梦呢吧？宋卓见到赵夏夏这副嘴脸，直接愣住了，好半天才缓缓开口：“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”赵夏夏看他欲言又止，最终鄙夷地笑了笑：“咱们都是成年人，你图我身子，我图你钱，提感情你不觉得可笑吗？”宋卓听到这话，彻底心灰意冷了。也是这一刻，他意识到赵夏夏接近他，就是看上他的钱了。赵夏夏死活不还钱，宋卓只能请律师打官司，光律师费就花了10万。但是这官司不好打，就算赢了，赵夏夏不肯执行，宋卓的钱迟迟要不回来，只能从高档小区搬到了老破小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家装公司却越干越红火，短短2个月，我就拿下100个订单。设计团队从一开始几个人，现在成了几10个人。我换了个更大的房子，甚至还把我卖掉的豪车买了回来，经济稳定。我也有多余钱请律师了。我找了律师起诉宋卓婚内出轨，要求他对我精神赔偿，并追回当初给赵夏夏花的共同财产。律师说他会先以律师函的形式通知对方一下的。但我拒绝了，这种事怎么能辛苦律师一个人呢？我还是亲自给落难前夫送去吧。于是，我妆容精致的亲自开车载着律师车去了郊区。我来到宋卓家时，门是虚掩的，一走进去便看到宋卓正灰头土脸地趴在地上抠下水道，手上脸上都是脏泥水。宋卓，他扭头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但目光看到我手里价值100万的包包，眼睛亮了。他攥着我的手，高高在上，地道微微：“当初我被赵夏夏那个女人坑了，
我其实和他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咱们复合吧。我笑了，这是看我还有点钱，又想复合了？做梦呢！我推开他，看了眼旁边的律师，我的律师拿出律师函递到宋卓手里。宋卓看到律师函，直接跟我翻了脸。凌薇，你非要做这么绝吗？这几年我在你家被你们当狗一样的使唤，我拿你点钱去花怎么了？你居然不要脸的还想跟我要回去，你是人吗？我被他吵得耳朵疼，眼睛却盯着他的拳头。这要是打我一下，我是不是也能讹他20万？但这狗东西好像长了记性，咋呼半天都没动我一下。真怂！我一把将其推开。我不仅要你赔偿我精神损失费，我还要追回你在婚姻期内为赵夏夏花的每一分钱。我是好人，可我不当冤大头的。就这样，我将宋卓与赵夏夏一并起诉了。好消息是不久后我胜诉了，坏消息是宋卓勉强把钱给了，但赵夏夏不肯给钱。他往沙发上一坐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！不行你去申请强制执行啊！再不行你弄死我！说完，他在我面前嘚瑟地离开了。无赖就是无赖，欠钱还这么强硬。但我可不是宋卓那傻逼，任由他这么拖着。于是我一天100块，请了几位大爷大妈去小三公司和家里催账。我的策略就是，咱也不吵也不闹，咱就拉横幅。横幅：小三某夏夏，请按法院判决书还钱。然后我还将赵夏夏怎么勾搭上宋卓，又怎么跟宋卓闹掰，还趁机搬空宋卓家的光荣事迹，编成故事，打印出来，让大爷大妈在他公司底下发，在他家小区发。经过我不懈努力，他的工作被叫停了，他爸妈也受不了邻居的指指点点，吵着要与他断绝关系。赵夏夏找上我，咬牙切齿地将卡摔我脸上：钱还你，以后咱们两清，让你那群人赶紧给我撤走。你也怕了？我摸了摸被摔疼的脸，笑了。赵夏夏抿着唇，眼神简直要戳死我。遇上你算我倒霉。说完，他拿着包包气呼呼地离开了。我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让他从此出了名，他不感谢我，还对我恨之入骨了。但好人就是好人，我将我成功要账的事迹告诉了宋卓，毕竟我见不得宋卓受苦。然后第2天，我就听说宋卓也请了大爷大妈，拉着横幅去找赵夏夏。当初那么你侬我侬的2个人，在大庭广众下撕起来了。赵夏夏，你个破烂货，你不要脸！你怀了野种，居然让我接盘！宋卓气得薅着赵夏夏的头发，破口大骂。赵夏夏也不是吃素的，张嘴咬住宋卓的胳膊，2个人一来二去扭打在一起，什么薅头发、咬胳膊、吐口水，各种大妈吵架的招式，2个人可谓全都尝试了一遍。没多久，地上头发掉了一地，衣服也扯烂了几件。最终2个人成功打去了派出所。陈晓得到消息后，看着沙发上的我，连连竖起大拇指。还是你会玩，让狗男人损失几10万不说，还让这俩狗互掐，太爽了！我也是没料到这2人打起来比大妈彪悍。看着当时的监控录像，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不是会玩，都是因为我是好人，我见不得他们受苦。高人，我和宋卓这场闹剧，在他2次进了派出所后，终于算是收场了。或许是好人有好报，接下来短短2年的时间，我和陈晓的家装公司生意蒸蒸日上。此时我的身价已经过亿，我以为这辈子和宋卓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但没想到参加朋友婚宴，居然撞上了宋卓。原来朋友的老公是宋卓的发小。此时他西装革履，脚上踩着全鳄鱼皮的鞋子，
整个人看上去比当年还要有钱，气派不少。他被周围一群人众星捧月一样的捧着，而他却瞥了我一眼，鄙夷的开口：哟，这不是我那个富二代前妻吗？怎么了？2年不见，这么面黄肌瘦的呀？该不会是破产后身兼数职类的吧？我和陈晓坐在一边，不想理会他，毕竟是朋友的喜宴，闹起来不好看。这时，有个寸头男谄媚地看向人5人6的宋卓：“卓哥，我第一次来市里，有没有好工作介绍介绍啊？”宋卓瞥了他一眼，像是施恩一样道：“六子，我记得你也学设计吧？我跟凌晨家装公司老板认识，过了年我找人把你介绍过去当设计师，你可得好好干啊，那感情好。”凌晨可是最近最火的家装公司，据说马上就上市了。卓哥这种好资源你都有啊，叫六子的对宋卓崇拜的不行。而我和陈晓却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一脸的难以置信，因为凌晨就是我和陈晓的家装公司，我们怎么不知道他跟我们这么熟，甚至可以随意往里面塞人了？我让陈晓联系他的朋友，赶紧去查查宋卓的底细，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我们正在等结果，宋卓却将矛头直接对向我们这边了。兄弟们放心，我有好事绝对想着你们，不会像某些人有几个臭钱就以为了不起了，不把咱穷人当人看，还恨不得躲得远远的。宋卓说这些话时，还特意瞄了我一眼，很明显这是在内涵我。他这么一说，酒桌上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了。尤其刚才给宋卓敬酒的寸头六子，直接把酒杯摔在桌子上了。卓哥，你跟他离婚，那简直就是对了。有句话我该说不说，他们有钱人就是狗眼看人低。上次我拎着家乡的冬枣去你家，他连门都没让我进，把我气得不行。咋地嫌弃我农村人啊？本来是喜宴，如今成了讨伐我的局。酒桌上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开始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当初不让人进门的并不是我，而是宋卓。宋卓说发小平常不联系，一来8成是来借钱的。于是没等我回去，宋卓就把人给赶走了。如今就是重提，我却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了。送他不仁，我不义。我本来不想把我们之间这些事抖搂出来的，但现在看他这样子，我也没必要替他藏着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将当年他和赵夏夏在我家闹被监控拍下来的视频选中好友，群发。叮咚叮咚，饭桌上短信声此起彼伏，不少人都点开看了上面的视频。一时间，看宋卓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。原来他们之前离婚是因为他出轨呀！天哪，太不要脸了！拿人家钱养小三，还骂人家是不下蛋的母鸡。众人议论纷纷时，我又将宋卓与赵夏夏在大街上拉扯的视频发了出去。这时候，人们全看笑了。看宋卓时一脸活该的表情，原来是他不能生育。哈哈哈，这头顶绿的，人家给他戴绿帽子，他还当宝贝了。一时间议论纷纷，宋卓脸色发白，慌忙抢过发小的手机一探究竟。当看到我发的视频时，他脸绿了黑了绿，差点把手机砸了。凌威，宋卓瞪着我咬牙切齿，骂我颠倒黑白。我这些都是气话，我当初对你多么好，你不清楚吗？我给你洗脚，给你做饭，伺候你爸妈，要不是你狗眼看人低，我怎么可能喝醉了跟赵夏夏在一起？我则狠狠拧了一把大腿，强逼着自己掉出几滴眼泪，把委屈拿捏死了。宋卓，这些事我原本不想提的，可没想到你这么编排我，我只能让大家看看，给我评评理，我怎么就狗眼看人低了？我被背叛，被离婚，钱你还卷走了，
你还想让我给你俩养孩子？大家评评理，这谁欺负谁呀？我这么一哭，众人看我带着同情，尤其在座的女人，立场立刻偏向了我这边，都暗暗向宋卓翻白眼。证据面前，宋卓无力辩驳，气得一口牙咬得咯噔作响。见他脸上挂不住，那些发小连忙为他找不灵威。你别在这儿装委屈，婚姻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要是不过分，宋卓能外面找人。对，还不是你强势看不起他，要不然哪个男的愿意在外面瞎混？六子他们指望宋卓介绍工作，真是各种巴结。这话说的，合着我是受害者，还是我的错了？什么脑回路？脑残吧？不过我也不慌，而是转脸拉着身边六子的媳妇开始哽咽：“妹妹，有我这前车之鉴，你可得学聪明点，在家的低三下四，老公得当爷爷供着，不然他就出去找小三。”六子老婆一听，脸都绿了，狠狠瞪了一眼六子：“你他妈的敢！”六子被噎得也不敢说话了。见宋卓脸色难堪的快要绷不住了，他几个发小赶忙打圆场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。林薇，你是不是看宋卓混好了？你嫉妒啊，故意给人家添堵。”六子连忙阿谀奉承起宋卓：“卓哥现在混得好，跟你也没关系，你呀，别酸。”宋卓脸色好看了一些，六子趁热打火，低头哈腰的给他点了一支烟：“卓哥，凌晨公司设计师位置，你可得给我推荐推荐哈，我脱贫指望你了。”“没问题。”宋卓爱慕虚荣的故意提了句：“你未来嫂子可是那儿的副总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众人一阵艳羡。刚才还有人看不起他的为人，现在都开始又凑到他面前讨好去了。我却很好奇，他跟我哪个副总好上了？就在这时，陈晓也摸清了宋卓的底细，原来宋卓和我公司的赵副总好上了，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这个副总我记得年龄都能当宋卓妈了。果然，软饭男就是有钱就行。我可是好人，怎么能让我的副总被骗呢？于是我善心大发，约赵副总过来谈谈人生。做完这些，我便坐在一旁嗑瓜子，全程忽略宋卓与他这些发小的冷嘲热讽。没多久，就看到我家那个副总脸色慌张地从外面推门走了进来。我抬眼看宋卓，宋卓看到副总脸色明显有些不好了。他打发了发小们，便慌乱地跑到副总面前了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咱们去一边说话去。”宋卓姿态放得极低，副总却根本不理他，而是环视了一眼周围，锁定了椅子上的我。下一秒，他推开宋卓，朝着我走了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很是礼貌地颔首打招呼：“林总。”闻言，宋卓愣了，不仅是他，连带着他那群发小都愣了。宋卓懵了短暂一瞬，直接到副总赵杰面前，一脸不敢相信：“你叫他什么？”“我老板凌晨家装公司创始人林薇，林总。”赵杰生怕宋卓听不明白，又解释了一遍。宋卓脸色唰的一下煞白，表情都僵了，就连刚才对他阿谀奉承的发小们，知道我的身份后都目瞪口呆，气氛忽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。我也笑着看了看宋卓，又看了看副总赵杰：“赵杰，你要再婚我管不着，但是眼睛可一定要擦亮，像这种出轨坑前妻钱的小白脸，还是不要的比较好。”“是，这种人我指定不会要了。”赵杰态度很明确。宋卓脸色难看至极，攥着赵杰的手还想挽回，赵杰却像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，把他推开了。我则走到了六子面前，笑了笑，拍了拍六子肩膀：“我得告诉你一件事，当年你的冬枣不是我不收，是你好兄弟怕你借钱，没等我回来就把你赶走了。
我说完，六子一愣，下一秒，六子一拍桌子：“操！老子拿你当兄弟，你却当我是孙子啊！把我之前送你的红包拿来！你个软饭男！”我看向身边的副总赵姐，他这身衣服你给买的，他非要。赵姐深深看了眼宋卓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我挑眉，要回来吧，跟他这个人不太搭。对，这种人渣不配我花钱。”赵姐听了连连点头，命人直接扒了他的衣服，最后连鞋子也给拽了下来。宋卓只剩下一个大裤衩，蜷缩在角落里，狼狈极了。他怎么走出酒店的我不知道。后来听说宋卓吃软饭的事迹，全村都知道了。村里人给他送了外号“专业小白脸”。喜宴过后，赵杰跟宋卓断得一干二净，连个裤衩都没让他从家里带走。宋卓因为这件事还不要脸地跑到我公司里来闹，他被几个保安按着，却怒瞪着我：“凌威，你个臭娘们！你搞得我在村里名声都臭了，我弄死你！”我看他像是看傻逼一样。你名声臭了，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我也不客气地报了警，警察将他抓走了。知道我手段决绝，他也不敢再闹了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从此我便再没了他的消息。半年后，我车被人撞了，来派出所报案时看见了宋卓，宋卓被抓了，正拽着副总赵杰苦苦哀求：“亲爱的，我就是走投无路才去偷你首饰的，你看在咱俩当年的情分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咱俩有个屁的情分，你可别说认识我，影响我前途。”赵杰嫌弃的一把将其推开，扭头就走。宋卓想追上去，却被警察拦住了。我从朋友那里听说，宋卓被甩以后，干过很多工作都嫌累，最后直接辞职回家躺着去了。一开始手里还有2个钱可以生活，后来穷得没饭吃，他就想起赵杰来了，半夜溜进赵杰家里偷东西，被撞了个正着。赵杰报了警，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。我抬眼看了看宋卓，不由冷笑，只能说活该。一个总想走捷径的人，势必眼高手低，最后万劫不复。他现在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傅念琛成为江城首富那天，我分走他大半家产，洒脱走人。他血红了双眼，掐着我脖子：“向晚，你真狠心！10年了，养肥的猪终于可以宰了，这快乐谁懂？”我想，我是第一个因为老公有钱就想离婚的女人，原因无他。我发现傅念琛有出轨企图，距离真正犯错只有一步之遥。短暂的震惊伤心之后，我又释然了。其实从5年前他公司获得第1笔风投，越做越大起，我就预感到会有今天。傅念琛还是没有逃过有钱就变坏的定律。傅念琛不会知道，那天他和顾宁川聊他出轨话题时，我就端着咖啡在书房门外。“哎，老傅，电视台的沈星不错呀，你怎么想的？”傅念琛漫不经心地回：“有心无力呀。那你还送他玛莎拉蒂，有钱也不是这么使的吧？”我手指一僵，心像悬中空撞。玛莎拉蒂，不愧是大手笔。然后听到傅念琛略带疲倦的声音：“一辆车罢了。嗨，那我先替你稳着他吧，说不定你哪天就改主意了。随你。”关于沈星的话题到此就结束，两人继续谈论合作项目，似乎只是男人闲暇抽了根烟，说了点风花雪月罢了，不甚重要。那杯咖啡到底进了我的肚，让我一夜睁眼到天亮。而可笑的是，当年结婚，我们穷到没钱办酒席，傅念琛正在给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。他一边对我心存愧疚，但也不影响他去讨好别的女人。呵，人心难测，钱海难堪，离婚必须离婚，
还得赶快，迟则生变。跟何周律师约谈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，那么巧，大厅悬挂的电视正播放着沈星主持的财经访谈节目。想来傅念琛就是在这个节目里与他结缘的。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，谈吐优雅，言语睿智，娓娓道来，在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富人面前也丝毫不露怯。何周是我老同学，早就混成知名离婚大律了，见我一直盯着屏幕，便笑着问：向晚，这沈星跟你有点像？我火气当时就上来了，口气很冲。哪里像？沈星是长发，我是短发。何律师疑惑地眨了眨眼。只要是认识你的人都这么说，同学聚会大家还说起过呢。我眉心一紧，轻嗤了一声，那真是不幸，没心情谈沈星的话题。我直接跟他说，我要跟傅念琛离婚。向晚，你开玩笑吧？终于熬出头了，你要离婚？我是拿婚姻开玩笑的人。我翻了个白眼。我们那一帮同学见证了我当年是多么义无反顾地嫁给傅念琛，不怪何周大惊小怪。最穷的时候你嫁给他，最富的时候你又离开他。向晚，嫌你有个性啊。我慢悠悠地回道，何周，当年那个穷小子我能把握，现在江城首富，你觉得我能吗？你打了那么多离婚官司，我以为你是最了解的，最了解人性的阴暗和丑陋的，不正是他们这些律师，尤其是离婚律师吗？何周哑口无言了很久，才咂舌试探地问：傅念琛，他出轨了，只差临门一脚，那你管管，现在就判他死刑，未免太狠心了吧？我哼笑，现在我不狠心，马上就换到他狠心了。何周，你告诉我，你经手的案子是凭爱意分得多，还是凭男人的愧疚分得多？等小三真的上位，能分多少，还要看人家心意。我不可能做那个被动的人。何周被我噎住了。向晚，你冷静的让我害怕。冷静？我的冷静是我用5年的时间沉淀出来的。除了沈星之外，傅念琛身边那个秘书何成也对他虎视眈眈，已经记不清在哪一天，我去找傅念琛吃午餐时，透过未关严的门缝，看见何成踮着脚尖给傅念琛系领带，随后又细心从自己的饭盒包里拿出一份温热的醒酒汤。何成总是在他面前示好，他总是拒绝。可那天司机带回家的饭盒里，我做的那份醒酒汤还完好无损，甚至我亲手打的结都没动过一毫。长长的烟灰落在我指尖。何周也无比感慨地看着我，向晚，我真该让我那些女客户跟你来取经。我轻身暗吸烟蒂，笑了笑说，没用的，他们不甘心，也狠不下心。不甘心的是把这么优秀的老公让给别人，觉得自己能打破俗套，是个例外，不到最后撕破脸皮，爱意全无的时候，他们也狠不下心。所以说，人不能太贪心，钱和男人都要，那可是要血本无归的。我不一样，因为谁也做不到我这样，随时在婚姻里给自己筹谋后路。当然会要离，但在离之前，我必须要以富太太的身份好好的会一会沈星。晚间，餐桌上，我特意放了沈星的节目当背景，正是傅念琛那一期。他摸了摸脸，怎么，你也觉得我那天帅？他表现得毫无破绽，毫不心虚。我差点要以为玛莎拉蒂真的是一辆玩具车了。念琛，我看中了一辆车。他不以为意。哦，难得你也喜欢车了，哪一款？哪天我陪你一起去提。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玛莎拉蒂 Lavant。他笑容缓缓一收，随后略带审夺地看了我一眼。你不是喜欢路虎吗？我敲了敲桌，好，那就路虎吧，反正比玛莎拉蒂贵就可以了。没多久，
我便和沈星狭路相逢，他的玛莎拉蒂撞上了我的路虎揽胜，我设计的，可惜他的车不经撞。沈星无助地站在车边，怨恨地盯着我的车头。两辆豪车相撞，引得周围水泄不通。交警第一时间赶到。沈小姐，视频显示你违章掉头，是你全责。沈星心疼地看着被撞瘪的前门，两个车灯破碎，保险杠也弯曲了，你就不能让一让吗？我都做好了扣分的打算，现在好了，两个车都要去修理。他眼眶泛红，先委屈上了，那理所当然的模样，让交警都愣了。旁边有个暴躁的男车主没忍住叫道：“你是平时被人让多了吧？可人家是路虎揽胜，怕你个毛啊！”解气，果然打败魔法的还是魔法。我看够了热闹，这才慢条斯理打开车门下来。沈星的指责扑面而来：“你在前面慢悠悠开什么？马路是商场吗？我想超车，你又不让，非拦着我是吗？”我赶时间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才踩了一脚油门。他的话在见到我时戛然而止，脸色瞬间苍白。我便笑了笑，有这么好的车，还得赶时间上班赚钱。看来玛莎拉蒂也不能改变命运，还得有个好男人才行，这样便也可以像我一样不急不慢地开车了。沈星咬了咬牙，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不说就重新上了车，对交警说道：“处理好了吧？我赔就是。”交警点头，赶紧指挥恢复交通。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冷笑了一声。我急着离婚，但没想到沈星比我更急，也有可能是不服气我撞他的车。隔几天就收到从顾宁川手机里传来的一个视频文件，四方麻将桌上，傅念琛挨在沈星的身边，挥手指点江山。沈星去了他一眼，撒娇地说：“傅总，你说打哪一张呀？我手心都冒汗了。”傅念琛宠溺地看了他一眼，随意：“输了算我的。”桌上的几人便大声哄笑。沈星低头摸牌时，长头不时垂落。傅念琛体贴又自然地拿起桌上的皮筋，替沈星挽上了发。“好好发挥。”“我手指颤抖地拽了拽我的短发，狠狠按熄了手机，扔在床上。一种又酸又痛的感觉涌了上来，我站立不稳，血气直往上冲，双手紧紧抠着桌面，才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凡他出轨对象不是沈星，我可能还会好好成全他。视频收到没多久，顾宁川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他焦急地辩解：“嫂子，不好意思，视频撤不回来了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发的呀，拜托，千万不要和老傅说。”我平淡地回道：“我知道不是你。”他大大松了口气：“你别多想，老傅对你的感情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就是场面的应酬。我敢保证，我出轨100次他都不会，所以你想拉他下水喽？”他不由得汗颜：“是，傅太太一针见血，是我的不对。”我索然无味挂了电话。这个情场浪子的话，我一句不信，但有一句，他倒是没说谎。他在混，确实也不敢朝我手机里发那种视频。这种事情，只有沈星那种有家教渊源、上行下效的女人才会做得出来。顾宁川当初那一句“我替你吻着他哈”，不就证明他对沈星也动了心吗？不过是顾念着傅念琛，没敢虎口夺食罢了。沈星能拿到他手机，想必不难。我打电话给何周：“怎么样？一份离婚协议你出1周？”“哪呀，老同学了，这不是给你冷静冷静吗？明天不给我另找人。”“哎，行，是时候出手找傅念琛摊牌了。”进了总裁办，我直截了当提出要求：“念琛，我想求你办一件事。”傅念琛手肘撑在办公桌上，食指交叉，
略带审夺地看着我。傅太太来者不善啊！我倾下身，扯出一抹没有温度的笑容。不敢，我只是来向傅先生要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玛莎拉蒂拉旺的钥匙。他一愣，瞬间脸色几经变幻。我们对视了几秒，互不相让。最终他无奈地哄着我说：婉婉，那不重要，没多少钱。他满脸是我在无理取闹。你从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我懒得与他争辩。傅先生，可以要回来吗？傅念琛的视线牢牢地盯着我，似乎是在猜躲我话语有几分真。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，他咬了咬牙，又用手揉了揉眉心，最终还是回道：可以，明天给你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不给傅念琛面子，但无所谓了，目的达到就成。多谢。我淡淡一笑，干脆利落地转身就走。手握住门把那一刻，身后传来傅念琛的声音：婉婉，你是在吃醋吗？我不置可否地回道：你可以这么想。拿到玛莎拉蒂拉旺钥匙，我又马不停蹄去了电视台，直接约出了沈星。楼下咖啡馆，沈星姗姗来迟，形容憔悴，被收回礼物的感觉不好受吧？沈小姐，请坐。我抬了抬手，他的目光在接触到我咖啡杯旁边的车钥匙时，瞳孔狠狠一缩，随后一屁股不客气坐下来，对我嗤笑。傅太太是来向我炫耀吗？他撩了一下头发，不服输地看向我。钥匙确实是傅总朝我要回去的，可是像他那种地位的男人，要回送出的礼物，当然会有更贵重的补偿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无所谓。而且傅太太这么做，很让男人没面子。我静静等他说完，然后将车钥匙缓缓推到他面前。他的面子在我这里不重要。沈小姐，一辆玛莎拉蒂不值得我炫耀。我拿回来，只是想……我停顿了一下，他神色警惕地看着我。我轻笑出声：我只是想亲手送给你而已。他目光猛地直视向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慢条斯理地说道：你想要，我可以给，但你不能抢，懂吗？我的好妹妹。她瞬间脸色煞白，手里端着的咖啡溅洒了出来。她赶紧放下。我婉臂冷笑地看着她。此时的我像一只浑身炸毛的刺猬。没错，沈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截止今天，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，所以我们互相都假装不认识对方。其实听到沈星这个名字的第一感觉，我就知道是他。车祸现场，沈星当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我。他的目标是傅念琛，又怎么会不打听傅太太的身份呢？只是还没正式上位，低调的选择不相认罢了。按照我对后妈的了解和家教，到时目的达成了，沈星再委屈巴巴地说一句：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念琛是姐夫，我又怎么会如他的愿呢？离婚可以，让沈星闻到傅念琛的味都是我向晚无能。他想像江玲当年对待我妈一样对付我，怎么可能？拜他们母女所赐，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：永远别让人有打得你措手不及的机会。婚我会离，但你永远不可能是傅太太，因为这是我离婚其中一个条件。我冷笑着看沈星的面容一寸寸雪白，继续嘲讽道：当然，你可以选择做地下情人，朝傅念琛要点零花钱，只不过这样江玲会失望的吧？江玲一直对你寄予厚望，一定希望你青出于蓝。区区情人，你们哪看得上？沈星的惊喜还没涌上，又被我狠狠打落深渊。他咬唇颤抖地问：姐姐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当年我也是无辜的。我冷眼旁观他演戏，随后他试图打感情牌。爸爸这些年对你也很愧疚，只是一直联系不上你。我妈和向阿姨的事，
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姐妹。我无动于衷，冷笑地说：“沈星，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。我的人生输一次就足够了。”沈星脸色一变，大约想不到我这么油盐不进，于是也不再演戏。听念琛说，这几年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主要是你不满意。他其实跟你在一起很累，没错，但你没机会了。我昂首挺胸，结束了这次面谈，提包就走。沈星在我身后吼道：“姐姐，能让你离婚，我也不亏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你顶多算是我离婚的一个导火索而已。”我淡淡抛下一句，毫不恋战。回家后，我就跟傅念琛闹起了冷战。一，当然是因为气愤，他找谁不好，偏找了我后妈的女儿。二，要离婚了，总不能还演得恩恩爱爱的吧？我总得有个苗头。礼仪公司找我谈婚礼布置事宜，我直接把项目搁置，说有了新想法再找他们。过季的婚礼，谁爱要谁要。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噩梦，那时我还叫沈婉，3岁。沈星的母亲江玲是我爸的秘书，一心想飞跃枝头。那天她拿着一张 B 超单，挺着大肚直接冲进我家，说她怀的是个男孩。沈家家大业大，不能没人继承，说我妈没有生儿子的命，趁早放手，还能让我爸多分点财产给他。他母凭子贵，态度嚣张。我妈一个在家相夫教子的黄脸婆，哪是他的对手？我爸拿着那张 B 超单如获至宝，不以为耻，反让江玲别动了胎气，让我妈滚出去。我妈气得晕倒，最后是我奶奶出面主持公道。她可不像我爸，随便可以糊弄，一边安抚江玲，一边稳住我妈。向娟，男人有了钱，哪个不在外面玩玩？那都是不要脸的贱人。你生了婉婉，谁也动摇不了你。有一说一，我奶奶当年对我这个大孙女还算不错。我妈被她说的有点心动，主要是自己这些年没有工作，为我爸为这个家奉献了所有。离婚她怕争取不到我的抚养权，可江玲只安分了一阵，又来闹腾。后来我奶奶因病过世，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，到处宣扬自己怀的是儿子，死死勒住我爸的软肋。等他介入的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把公司当成自己的，开始怂恿我爸转移财产，说是为了他们的儿子着想，分给我妈，到时她还要嫁人，都成为别人家的了。我爸就这么被江玲洗脑，最后强硬的离了婚。结果是我妈净身出户，又因为没有收入来源，我理所当然被判给了沈家。3岁到8岁，整整5年，江玲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。我在那个家活得比佣人还不如。后来江玲生了个女孩，谎言被拆穿，我爸开始整日在外流连花丛，这更加让我的日子不好过了。江玲把对我爸不满迁怒到我身上，动辄打骂不休，轻则罚我禁闭。因为这段童年家庭事故，我以为我一辈子不会结婚，直到遇到傅念琛。如今他沈星想复制上一辈的故事，问过我同意吗？我不会像我妈一样，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。傅念琛听说婚礼取消了，来找我问个究竟。我顺手拿出那份离婚协议。离婚吧。傅念琛噌地站起身。向晚，你疯了？我冷静地看着他。你知道我没疯，这些年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吗？他胸口剧烈起伏，叉着腰在屋里来回转。为什么？因为沈星嘛。你别无理取闹了。我知道他是我小姨子，我狠狠地把离婚协议甩到他脸上。你知道个屁！你要是知道，就不该这么做。我吼出声，尖锐又破了声，扭曲又颤抖。傅念琛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有了钱你就这么自以为是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傅念琛脸上被纸张的边缘划出了道道血痕，他震惊地看了我半晌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良久，他走了过来，紧紧地抱住我。婉婉，我只想你和原生家庭和解，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该这么做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强硬的盔甲在这一刻溃不成军，强烈的悲愤让我眼泪大颗滚落，无声砸落在他西服的肩枕上。傅念琛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，我知道，5年前你就看了心理医生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婉婉，傅念琛紧紧拽住我的肩膀，声音隐忍又沉痛。我喃喃，傅念琛，你凭什么？你经历过我的痛吗？你凭什么做我的救世主？那一家人，我恨不得他们去死，不止我是那一家人的受害者，你也是啊。你凭什么让我跟他们和解？他们配吗？傅念琛替我拭去眼泪。婉婉，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背叛你。送沈星车是因为顾宁川想追他，你知道他有多混蛋？他到底是你妹妹。我狠狠地推开他，他是不是只把沈星当小姨子？我不想深究，但沈星想上位的心昭然若揭。不重要了，念琛，签字吧。结婚时我说过，有一天我们这段关系让我不舒服了，你会放我离开。婉婉，他无奈地喊。我厌倦地说道，我知道公司现在是关键阶段，我们不做分割，我只要股份就好。另外，傅太太不能是沈星，这就是我全部的条件。向晚，你觉得你这样公平吗？傅念琛一把甩开离婚协议书，逼近我，血红着双眼，狠狠掐住我的脖子，推上墙面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心狠地对我？傅念琛，我不想考验人性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他看了我半晌，头深深埋进我的脖颈，低声问：婉婉，非要如此吗？请傅先生成全。我说。他狠狠地瞪着我，我冷静地与他对峙，随即傅念琛一把甩开我，转身刷刷几笔签上了字，不再看我。你真的好样的，向晚。办完手续那天，我去我妈家吃饭。自从8岁那年，她有了谋生手段，把我争取到身边，我们就一直相依为命。为了我，她没有再婚，见我一个人上门，她还嗔怪怎么没带傅念琛一起来。我预感要是直接说了离婚，这顿饭可能没办法好好吃，便只说傅念琛有应酬。我妈点点头，叮嘱我们赶紧要个孩子。她紧紧揪住我的手，苦口婆心：婉婉，是不是念琛要避孕的？以前说要孩子不是时候，现在她可不能找理由了吧？看着我妈患得患失、诚惶诚恐的模样，我恍惚觉得，如果继续我和傅念琛的婚姻，我大概也会变成我妈这样，没有安全感，慌不择路，只想赶紧找个孩子当浮木。我淡淡的回：没有谁说不要，也没有谁说要，顺其自然吧。认真想想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和傅念琛只谈过一次孩子的问题，仅有的一次，在简陋的出租屋里，他隐忍地抱住我。婉婉，我保证过，让你结婚以后不跟我受苦。现在我没有时间照顾你，不忍心让你生孩子。我想了想，理解的点头。那时他还清嫩，看着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。要是创业失败，起码你还有的选。我听了气死，揪着他耳朵就骂：好啊，傅念琛，是谁说不离不弃、白头到老的呀？失败，你现在不就是在谷底吗？不如我再选一次。他马上举手讨饶：别，婉婉，我错了。然后又深情地吻住我。总之，我的意思你知道，什么都行，你受委屈就不行。我又哭又笑地抱住他。不委屈，我不做糟糠妻，你以后功成名就了，我也不委屈。他便煞有其事地点头。不愧是我挑中的女人，
可他终究还是让我受委屈了。5年前，让我第一次动了离婚念头的，是傅念琛的合伙人陈总的妻子。那时他们的公司刚有起色，获得了一笔大的风投，不亚于9穷乍富。陈总率先蠢蠢欲动，在外面找了个小三，迫不及待要分出股份，变现过逍遥日子。因为2家合伙，我和陈太太的关系十分融洽。创业那几年，陈太太见我没在公司任职，反而在电台主持一些娱乐休闲的节目，还笑着调侃我：向晚，真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，公司正需要人手呢。我拒绝了，创业时最艰难，我可吃不得这个苦。你就不怕到时公司发展好了，念琛不念你的好？他劝我，在公司做大之前，多点存在感，将来傅太太的位置我也坐得稳。我满不在乎地说，他穷，我不嫌弃，将来他富，我也不会卑微。我确实安之若素，幼年时的经历让我非常反感奉献牺牲人设，任劳任怨，最后一无所有。我对婚姻早早就没有信任，要不是因为傅念琛，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结婚。况且我又道，我不给他压力，不念叨他，任他翱翔，不就是对男人最大的支持吗？响鼓不用重锤，傅念琛从不是需要女人助力才能成功的男人。陈太太当然对我无奈地摇头，用过来人的语气说，婉婉你太年轻，还不太懂事，以后就会知道了。我淡笑不语，只知道在婚姻里，除了自己，没有谁可以给你安全感。我只想将来离婚时，自己的委屈不平可以少一点。这些都是江玲和我母亲的事迹给我的血的教训。其实那时我还没有动离婚的念头，直到陈总找小三的事闹得人尽皆知。陈总和陈太太昔日这对同甘共苦的夫妻，对簿公堂。陈总的小情人也和江玲一样，不舍得陈太太分财产，两人背地里早就防着陈太太。先是陈总撤股变现，随后创业失败，傅念琛当时被陈太太求着去当说客，他也很是无奈，告诉我陈总这是在转移婚内财产。陈太太到底反应的还是太慢了，其实陈总的出轨早就有了预兆，只是陈太太忙着公司里的事，风风火火的，忘了后院起了火。宣判那天，我和傅念琛也去了。陈太太在庭上撕心裂肺的控诉，她为丈夫牺牲了多少，骂他是白眼狼，心狠。可惜无济于事，这些话并不是呈堂证据，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优势，任凭她再努力，不爱她的男人只给她在指缝中漏了一丁点打发。庭审结束后，她憔悴万分来跟我告别，她无言面对我，向晚，别向我，趁他还爱你时，早点脱身，别等愧疚都没了，只剩算计。他拿着那份薄薄的财产，自此再没出现在江城。而那合伙人和美艳的小三组成家庭美哉悠哉。那段时间，我闷闷不乐，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。傅念琛抽出空带我出国旅游，在飞机上，我们促膝长谈。婉婉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，陈乔心不在王楠心上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认为我在矫情。你觉得陈乔这么做是应该的？我问。傅念琛疲惫地按了按眉心。婉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感情的事我们无法评判。陈乔的财产转移都是合法的。那时我就知道，傅念琛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精明纯粹的商人。婉婉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怕我跟陈乔一样？下飞机前，他开玩笑似的掐我的脸颊。我顺势就问：是啊，怕你不爱我了，1分钱都不给我。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哑声笑道：不会的，婉婉，是不会不爱我，还是不会1分钱不给我？我没问，
只是赌气说了一句：“那好，以后我要在你最爱我的时候离开你，你的爱和钱我都带走。”傅念琛宠溺地看着我：“好，都给你，所以别再不开心了，好不好？”“好啊。”我扬声笑道。那一刻，我就想好了，将来真有这么一天，我要做先转身的那个人。我也终于做到了。等我回忆完这一段，饭也吃完了，我准备向我妈坦白我离婚了。我妈一边起身收拾碗筷，一边对我恨铁不成钢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还是赶紧生个孩子要紧。妈，当年那个人飞黄腾达了，你就算生了，我也没捞到半分好处吧？”我妈瞬间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。“你……”我手指轻颤，我轻声道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她定定看了我半晌，抹了抹眼泪：“是我对不起你。总之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我有数，比谁都有数。妈，我离婚了，不用再担心这些。”我拿出了离婚证。我妈震惊地看着我，抢过去翻开，身体晃了晃，指着我说：“向晚，你是想逼死我吗？离婚，你真是了不得呀！念琛宠你，你就无法无天了。”我痴痴地笑：“妈，等他不宠我了，我就来不及了呀。”我妈捶胸顿足，哀嚎了一声。我自顾开了一瓶酒：“你哭什么？我比你运气好。他分了我大半家产，所以呢，你满意了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嗯，我很满意。何周也很满意。我这桩离婚官司已经成为他的经典案例了，相信等明天报道一出来，他的身价也会暴涨。”我妈脸色铁青地盯着我：“向晚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他一直以我的婚姻为傲，他不想我走他的老路，可他根本不能理解，这才是我的翻身仗。妈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过怕了，你知道吗？离婚后，我睡眠都好了。”我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泪流满面，紧紧抱住我：“婉婉，是妈当年没用，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伤害，让你不敢相信婚姻了。”我笑着调侃：“妈，跟那些没关系，只是这几年富太太的日子，我看得太多了。要不就是男的找小三，原配成为怨妇，两人同床异梦；要不就是心照不宣的各玩各的；要不就是像陈太太一样，落得凄惨的下场，没有其他下场。”我妈哭着心疼地抱住我：“婉婉，念琛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就不能相信念琛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妈，你以为江城首富就是念琛的终点吗？不是，我比谁都看好傅念琛的才华和能力、魄力，他的未来耀眼到我根本不敢睁开眼。幼年的事对我是有影响，但我却是感激我妈的，就因为她的悲剧。我一直在感情里保护自己，从来不会付出全部，不会让自己有机会成为糟糠妻、黄脸婆。结婚10年，我在傅念琛这儿没受过委屈，没吃过苦，现在光是这大把的股份，可以让我逍遥过一辈子。没有什么比钱更有安全感的，从此不用再披傅太太的皮。我洒脱地收拾行囊，去了国外旅游，在蔚蓝的海边晒着阳光浴。不巧那个渣男竟然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沈婉，你离婚了，要不要来爸的公司？爸老了，公司终归还是你们姐妹的。”我嘲讽地笑了一声：“沈老，你是不是过糊涂了？沈家不是早就落魄了吗？不然某人也不会死乞白赖要了一辆玛莎拉蒂就欣喜若狂。”电话对话传来剧烈的咳嗽，随后是江玲接过电话：“向晚，你别得意，傅念琛只是暂时拉不下面子，早晚我星儿会是傅太太。江玲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恬不知耻。”沈老的呵斥声传来：“上不面得台的女人，滚出去！两姐妹争一个男人，你要不要脸？
星儿嫁给谁也不会嫁给傅念琛。老头子，你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傅念琛是谁？要不是他帮衬，你这破公司早就破产了。我管他是谁，这种见异思迁的男人配不上我的女儿。啊，你现在清高了。当年我冷笑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好一出狗咬狗，沈老盼了一辈子的儿子，到底没从江玲肚子里出来，现在反而想到我这个女儿了。转头我就把这一家子极品抛之脑后。我玩得乐不思蜀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，婉婉，姓沈的寄了些文件过来，好像是一些财产转让的资料。哦，他要死了吗？我妈叹了口气，可能是老了，愧疚了吧。我轻嗤了一声，你告诉他，我的离婚赔偿金他一辈子都赚不上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对原配抠搜。我妈嗫嚅地说，确实，他对念琛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要挂电话，我妈又道，对了，念琛天天来家里吃饭，有应酬不来，还会让人通知我。我淡淡哦了一声，比你们结婚时来的还勤，外面也没什么绯闻。我烦躁地说，妈，这些事不用跟我说，以后你可以不用接待他。后来怕再接到这些电话，干脆关了手机。回国后，闺蜜温乔喊我参加同学聚会，不去就断交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无奈前往。同学聚会永远不缺八卦是非。我和何周到场时，在门外便听到陈菲菲的大嗓门，我就知道傅念琛和向晚会离婚。有钱男人哪个不变坏？向晚现在肯定后悔死了吧？吃了几年，穷也没落到好。要是当年选择许慕白多好。有同学调侃笑话他，菲菲，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最近报道你没看吗？傅念琛的离婚案成了国内富豪分手费排行榜第一，就是他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钱的。还有你别忘了，许慕白还没结婚呢。陈菲菲不服气，肯定是傅念琛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让向晚抓到了把柄，看着拿了大把分手费，其实暗地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呢。那人家也是坐在宝马里哭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。陈菲菲，你就别操这闲心了。我在门外听了一阵，对何周似笑非笑。同学聚会真有意思。何周尴尬一笑，进去吧，不就陈菲菲一个人咋咋呼呼吗？10周年同学聚会可不容易齐，你就勉为其难当个粘合剂吧。果真，做了律师就是会说话，没有我的影响力和出名，人数的确怕不会来得这么齐。我倒是真不知道，我的离婚竟然还上了新闻报道。温乔急匆匆而来，在后面拍了我一巴掌，干嘛呢？不进去。屋内顿时鸦雀无声，随后陆续有人站起身来迎接我们。陈菲菲咬唇站在最后面，温乔是班长，也是这次组织人，他拍了拍巴掌，老同学们，今晚消费咱们都按最高规格的来，谁最有钱谁买单。掌声、吆喝声雷动，场面瞬间热闹起来。我无奈地笑笑，乐意之至，大家随意。何周和我击了一掌，向晚好样的，咱们都别辜负了呀。席至半途，温乔略有醉意地说，本来想搞个校友会，能来多少来多少，后来想想算了。我垂下眉眼淡淡一笑，本来我和傅念琛不离婚，确实是可以办一个校友会的。傅念琛和许慕白高我们2届，是师兄，到底是不适合聚到一起的。有位男同学向我敬酒，一脸的羡慕佩服。咱们班，我最服的就是向晚。傅念琛最穷的时候嫁给他，最富的时候离开他，这魄力谁比得上？众人哈哈笑着拍起掌来，说得真好，真洒脱，还是向晚有个性。陈菲菲也向我举杯，我啼笑皆非。原来这在外人看来便是洒脱个性。
但我好像也没办法反驳。温乔拍桌而起，不乐意了：“老同学们，这是同学会，不是向晚的人生批判会。来来，一个个的说说，这10年大家都咋过的？”何周也起身吆喝：“可不能让向晚一个人出风头。”至此，整个同学聚会的节奏才走向正轨，场面热烈。我也喝得满脸通红。快结束时，服务员敲门，带了一个人进来。温乔，你不够意思，在江城不喊我，这东道主非我不可了。傅念琛满面春风地走进来，温乔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无辜。傅大总裁，您日理万机，我这不是怕你没时间吗？同学们皆痴痴笑了起来。傅念琛泰然自若地坐下，自嘲地说：“没办法，再没时间也得抽时间，不然媳妇真的跑了。”众人视线齐刷刷看向我，我无语至极。听他这话的意思，还想继续纠缠我？可离婚协议都签了，他总不能不认账吧？温乔也看出我的难堪，翻了个白眼，调转话题问我：“向晚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以后准备找啥样的男朋友？”我摸着下巴想了想，最大的可能是找个鲜肉小奶狗吧。傅念琛的脸顿时就黑了。晚上，我在许慕白的心理咨询室里，他也问了这个问题：“向晚，你未来还长，有没有想象过你将来另一半是什么样？”我歪头想了想，大约是像年轻的傅念琛吧。许慕白默默鼻子苦笑：“你还真是懂得打击我。”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直言道：“慕白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你知道的。我向晚这一生能爱上傅念琛，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勇气了。做了我5年的心理医生，许慕白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。”他长吁了口气，起身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走到1楼停车场，我顿步：“慕白，你该继续走下去了。我不是他能等得起的人。10年前我拒绝他的表白，就这么跟他说过。”许慕白双手插兜，在夜色中深深看着我，我也仰头看着他，直到一束车灯蓦然打到我们身上，砰的一声，傅念琛关门，大步朝我们走来。“向晚，这么快就找到下家？”他的嗓音在夜色中像染上霜。我愣了一下，马上挽上许慕白手臂。傅念琛咬牙，一把扯过我往身后拉，接着他一拳就招呼上许慕白的脸。许慕白闷哼了一声，身形踉跄了一下。我忙上前拉住傅念琛，喝道：“傅念琛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打人？”我深深为刚才自己的行为后悔。我是真没想到傅念琛会动粗。傅念琛胸口起伏，拉着我冷冷地瞪着许慕白。他该打我气得跺脚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却听傅念琛又道：“许慕白，耍我好玩吗？”许慕白一口吐掉血水，哼笑了一声，肩膀都抽动了起来。“我是有耍弄你的成分，可我也告诫过你吧，这招轻易不要用，不是谁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。”我慢慢冷静下来，目光在2个对峙的男人中徘徊。傅念琛是什么时候和许慕白联系上的？许慕白耍弄了傅念琛什么？傅念琛拉着我到了江边，他狠狠往湖里摔了一个小石子，咚的一声，惊飞了湖面的野鸭。许慕白说：“只要你和原生家庭和解、释怀，我们婚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”正好当时沈星的节目想邀请我就想说试着接触一下。当时顾宁川对他有想法，他来向我求助，我也担心他伤害你妹妹，就顺势假装和他在一起了。原来这就是沈星整件事的始末。傅念琛也早就知道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。我沉默了一阵，才道：“慕白没有骗你，他也建议我和后妈一家接触，不过每次都遭到我强烈的反抗。向晚，
他们不重要，我最终的目的是你，懂吗？”傅念琛一拳重重捶在石栏杆上，我就是信了许慕白说的鬼话，去和你家人接触，想着我们之间已经到绝路，还不如放手一搏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看着傅念琛懊恼悔不当初的模样，我有些想笑。许慕白有一张好嘴，这确实是他能说出来的话。这不，精明的傅念琛也成功被他洗脑。其实许慕白和傅念琛都没有错，他们只是对我在婚姻里的消极无奈到极致，才会徒劳的死马当活马医。但是又怎么样呢？我仍不后悔离婚，那些不能释然的东西仍然存在。我冷声道：“念琛，感谢你和我说这些，可在未来，我们不会是同路人。”傅念琛满脸震惊，甚至气急败坏，他狠狠捏住我的双肩。向晚，是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把沈星喊来对峙，他嗓音哽咽了一瞬，还是嫌我太有钱是吗？我去申请破产，你别闹了！我喝道，你跟继续走下去，我赌不起。傅念琛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相信人性，你懂不懂？傅念琛未来那条用金钱铺就的路，前面早有许多血淋淋的教训和例子。赌王和李嘉诚的原配，谁得了善终，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下场凄凉。反倒后来居上的2房、3房、4房过得风光。但我没必要去跟傅念琛争论这些，在他看来，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事。可我也坚守独自潇洒自保的座右铭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对傅念琛说：“现在我真的很开心，请你放过我。”傅念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身体微颤：“向晚，跟我复合就让你这么痛苦？”我坦然地看向他，这5年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。傅念琛哑口无言，最终我们不欢而散。我不是没看到傅念琛脸上的失望，他定以为解释清楚了就没事了。可是我不想再用婚姻委屈自己了。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但我忽略了傅念琛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。见我这边没有进展，他开始攻略我妈。我妈先是频繁到我公寓给我做饭，当起了傅念琛的说客，这是生怕我空闲去找小奶狗。终于我忍不住了，头痛地问：“妈，你最近是不是太活跃过头了？”她瞪大眼呀了一声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婉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变年轻了？念琛给我办了美容卡和健身卡，还给我报了很多兴趣班，太有意思了。所以这是眼界宽了，心也宽了。从前比我还患得患失，天天念叨着我生个孩子巩固婚姻，现在这么积极向上。”傅念琛的手段的确很不一般。我起身出门，约了何周吃饭，躲一躲清闲。听了我的诉哭，何周一针见血地说道：“傅总这是想让你妈带动你积极一点，用心良苦啊。向晚，你真的不心动？”他眼里闪着八卦的光。我毫不犹豫地摇头，直言道：“完全没有，就是很苦恼。婚姻不管怎么结束，似乎都没办法完美。要不两人撕破脸皮，老死不相往来；要么像我和傅念琛这样，在爱里及时止损。但总有一方不会甘心，所以我思前想后，给傅念琛打了个电话，尽量以他的思维试图说服他。傅念琛，如果把我们复婚当成一个大项目投资，我想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他的风险评估没有通过。我不想投入去冒险。傅念琛大约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在电流里沉默了一阵。向晚，你非要这么定义我们的感情吗？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回？念琛，我不看好这个项目，不代表它不会成功，但我愿意为我现在的决定买单。我冷静地说道。我和傅念琛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在我真正迈出离婚那一步后，我比谁都深刻认知这一点。傅念琛冷嗤了一声：“向晚，
我感受到你为了说服我放手，是多么殚精竭虑。对此，我无话可说。最后挂电话时，我道：离婚，你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和尊重，现在我不会阻止你做什么。但念琛，我希望你早点释怀。我妈倚在门边，悲伤又无奈。向晚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这孩子心这么狠，你这么理智绝情，是一点不给他希望啊。我淡淡的说道，也许我当初就不该结婚，没有早一点明白，其实我根本就担负不起婚姻的重担。傅念琛再次上了沈星的节目，跟上次一身精英打扮不同，她清瘦了很多，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。文乔给我打来电话调侃我：向晚，傅念琛挺拼的呀，这样是显年轻了不少，不会真的怕你看上小奶狗吧？我不置可否，傅念琛追求前妻在江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，现在就看我们谁先败下阵来。其实准确地说，是傅念琛非与我扛上。沈星的采访反而没上次的放松，而是有些拘谨。傅总最近是喜欢上了某项运动，傅念琛疏离又自嘲地说：没有，就是穿给某人看看。我颜值其实也不差。沈星肉眼可见的强颜欢笑起来，试探地问：那得恭喜傅总，有了新恋情，借你吉言。傅念琛淡淡地说道，这惜字如金，淡漠的态度，几次让沈星差点圆不了场。我妈都戴上老花镜，认真看了起来，末了问我：念琛不会是特意上节目帮你出气的吧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妈，你不是要保养，赶紧睡你的美容觉吧。妈起身，伸了伸懒腰，哎呀，姥姥，你们年轻人的一套，我是看不懂喽。临进门前，我走上前，从背后搂住我妈，谢谢你，妈。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由衷地说。妈拍了拍我的手，婉婉，妈也该为自己而活了，改天让你见个叔叔。我瞬间惊喜，真的，我妈难得有些害羞，认识有段时间了，在健身房认识的，一直不敢和你说呢。怎么会？我巴不得呢，我真心替她高兴。临睡前，她到底还是没忍住。婉婉，妈已经重新开始了，不怕未来，你也给念琛个机会好不好？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妈，你真不用愧疚，小时候的事如果真的对我有影响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正向的影响，不是我负面的压力了。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。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开心到我根本不想有第二个选择。江城首富傅念琛离婚天价分手费的热点还没过去，他高调表白前妻的新闻又闹得轰轰烈烈，就连温峤也在脱口秀的节目中大肆调侃我们。天哪，这江城是只有向晚这一个女人了吗？让人啼笑皆非。那天做完节目从台里出来，何成在停车场等我，我摇下车窗，他恭敬朝我递过来一份文件。傅太太，这是公司新一期的供应商名录竞标大会，傅总希望您来参加主持。我接过来翻了翻，毫不意外在名单里看到星河食品这4个字。我爸沈星河经营了数十年的小食品公司，曾一度让他风光无限，抛妻弃子，呵呵，有朝一日竟然要到我手底下讨口饭吃。不得不说，我心中有些五味杂陈。何成在一旁补充道：傅太太，请不用担心，这次大会由采购部的梅经理全力协助你。我点头，收下傅念琛这份好意，只要他不提复婚，我也说到做到，绝不阻止他做任何事。何况沈家我确实想会一会。我把文件夹随手扔到副驾，看向何成。何秘书最近容光焕发，可是好事临近，
何成有些羞赧看向我，随后不太好意思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。下个月我要结婚了，请傅太太赏光。我定定看了他半晌，何成在我的目光下，鼻尖隐隐冒汗，头都没抬。傅太太，以前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他低声说。我哼笑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我不是圣人，曾经的何成确实让我不快过，我没必要委屈自己。只是这张请帖才是何成真正的目的吧？请我参加公司大会，哪需要一个总裁秘书苦巴巴在停车场里候我呢？傅念琛似乎一下子精明了，把以前让我不快人和事，通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不是不感动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作为公司2大股东，我们能消除隔阂，也是公司之幸。供应商名录大会上，我稳坐主席位，就算不因为傅念琛，我有公司1半的股权，做得名正言顺。沈家一家3口全部到场，正如江玲那天在电话里说的，没有傅念琛，星河食品早就破产了。大会一结束，沈家就约我吃饭。我刚落座，傅念琛后脚跟来，坐在我旁边，低声问：婉婉，会议顺利吗？我今天太忙，还没顾上，全然不顾沈家3人站起来想和他打招呼，那满脸尴尬的模样。我隐忍着笑意，还好，玩得很开心。沈星河握拳低咳了一声，不自在地坐下。江玲、沈星气得脸色扭曲。念琛，婉婉，你们都离婚了，感情还这么好啊？江玲到底沉不住气，摆出一副长辈的口吻。我懒得回。傅念琛看了他一眼，有劳关心，我们离着玩的。我则冷笑了一声，我们是原配，离了也体面，不像有些人小三上位，就算结婚也是一对怨偶，连生出来的孩子都懂得上行下效。江玲被我们气得五官扭曲，嘴唇哆嗦，她疼得站起身，朝我们指来。傅念琛、向晚，你们简直……傅念琛脸色转冷。沈星赶紧站起来，端起一杯酒。姐夫，这1年来感谢您对我家公司的支持，今后我们也会出更多新品的。傅念琛解开袖扣，双手搭在餐桌上，漫不经心地说：傅氏选品一向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沈小姐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，这很好。星河食品濒临破产边缘，哪有什么信心？不然沈星也不会富家千金不做，千里迢迢来江城做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主持。沈星脸色青白交错，无助地看向我：姐姐，公司也有你的份。你……沈星河马上附和道：婉婉，你妹妹说得对，什么时候你有空来公司把转让手续办一办？我淡淡一笑：沈老先生，不需要。算计一场，您还是留给您儿子吧。沈星河被我气得剧烈咳嗽起来。江玲怒目圆瞪，尖声叫骂：向晚，老头子说公司给你1半，我都不说什么了，你倒还拿捏上了。你为公司做出过什么？我冷声道：所以你让沈星来勾搭念琛，一来保全公司，二来顺便坐上傅太太，好个一举两得。沈星着急辩解：姐姐，你误会了，你这么说不是要逼死我吗？你道什么歉？我看是向晚这贱人记仇，看你有求于他们，故意让傅念琛给你下套，等你上钩了就把你甩到一边。只有你还傻乎乎的以为傅念琛爱你，为你离婚。江玲还真是几10年如一日，胡搅蛮缠，无理取闹，有理没理先闹3分，这顶帽子扣得可真妙啊！要是不知情的外人，还真会觉得是傅念琛始乱终弃，我们联手陷害沈星一个小姑娘呢。我还没说话，傅念琛率先拍桌而起，
沈太太慎言，这是要逼我把沈星向我求助的短信拿到电视台，让大家一辨真相吗？傅念琛甩出了手机，不再给沈星留面子。你被顾宁川纠缠，又害怕得罪他。那天打麻将，是你让我配合在顾宁川面前演一出戏。沈小姐，这些记忆都被狗吃了吗？我若有所思地看向沈星，真不简单啊，步步为营，步步算计。其实我到今天都没问过那段麻将视频的来由。原来也是沈星一手自导自演。我冷笑几声，怕得罪顾宁川是假，借此和念琛有暧昧，让我们离婚才是真吧？沈星脸都气红了，手足无措，却还是抱有一丝奢望看向傅念琛，可见是有多不甘心失败。傅念琛朝我道：“婉婉，我当时昏了头了。其实他只要说一句是你妹妹，顾宁川有800个胆子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”江玲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一张老脸至此被踩得稀巴烂。沈星河更是颜面无存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指着江玲母女怒骂：“你个贱妇，自己上不了台面就算了，还教坏女儿！”你还没说完就两眼翻白，直挺挺往后倒。江玲二人赶紧上前去扶住，场面顿时混乱不堪。我好心叫了120，和傅念琛一起走出去，没有开车，只是在马路上闲逛。走了很久，我心绪终于平复，这才问傅念琛：“怎么不想我和原生家庭和解了？”傅念琛无奈地看着我，宠溺道：“不是有句话说，打不过就加入吗？婉婉，你赢了。”我与傅念琛仍没有复婚的意向。我自己简直活得洒脱，傅念琛也越来越安之若素。有人嘲笑傅念琛这么久没有与我修成正果，当心一辈子给我打工。他回道：“甘之如饴。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